大家好，我是德和成都的法山啊，主要是做刑辩和文娱两个业务方向。上周呢，我发了条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办案 blog，不出所料，我发现很多人呢对淫秽物品的理解非常的初级，认为只要有部分两性描写呢，即可被认定为淫秽物品。对此呢，我就认为啊，我必须再出条视频跟这部分人好好上课了。首先，我要坚决纠正的一个观点是啊，并非作品中有部分两性描写，其就应被认定为淫秽物品。即使该部分两性描写确实非常露骨，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即使一部作品中两性描写有露骨到大家传统思维中已经到了少儿不宜的地步，于法于理，你也不能贸然说该作品就是淫秽物品。什么意思呢？刑法第367条规定啊，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裸露宣扬色情的会淫性的书刊、图片、影片、录像带等啊。但是呢，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以及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视为淫秽物品。具体到文学作品啊，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呢是会淫性，一个呢是艺术价值，并且我要强调，这里刑法原文写的是有艺术价值就不视为淫秽物品。即从文义来看，只要经鉴定作品中有艺术价值，那它就不能称之为淫秽。什么叫会淫性呢？会是教导、诱导、诱使啊，会淫指的就是引诱人做淫秽的事。通俗来说啊，会淫指的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淫乱，而艺术价值呢，是指该物品所呈现出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及艺术手段。毋庸讳言啊，当一部作品已经到了形式阶段的时候，肯定都是有两性描写的。而在有两性描写的前提下，判断一部作品属于淫秽物品还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文学界一个最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即是以作品的核心利益出发，判断作品的核心创作目的到底是为了激起人的淫欲，还是两性描写其实是为作品的其他文学利益来进行服务。在此情况下，你认定一个物品是不是淫秽物品，除了具体的性行为的描述以外，你还要看这部作品从整体来看，第一，从利益本身是不是就是为了宣扬淫秽，诱使你做淫秽的事；第二，是从具体呈现来看，作品整体到底有没有艺术性。就一部作品核心利益是不是宣扬淫秽啊？我想办案人员呢，因工作需要，肯定是看过一些真正诱人淫欲的物品的。在座的绅士淑女呢，估计多少也都基于故意或不小心啊，看过一些。看过都会明白啊，一部真正的具备会淫性的物品，可能90%以上的时间都是两性镜头，剩下为数不多的人物互动呢，也只是为了推动淫秽行为本身。因为创作者非常明白啊，受众点开这个作品，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性发泄，他们必须满足这一点才能够谋到利，不然受众会说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该物品呢肯定就卖不出去。而如果这部片子90%的时间都没有性行为，那就说明啊，诱导淫乱并非创作者的目的，这部作品的主题并非淫乱，两性描写呢是为故事本身服务，它没有会淫性。对于两性，创作者并非在宣扬，他们只是没有避讳。比如我在开庭时就举了一个例子，同样是具体的两性描写，如果一部 AV 它有90%的时间都没有性行为，反而在对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刻画、戏剧冲突等进行大量的琢磨，那请问，如果你是这部片子的观众，你会认为导演是想拍 AV， 还是想正正经经的拍个故事片呢？李安的《色戒》也有两性镜头，你会说《色戒》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做爱吗？就是会淫吗？你会说它是淫秽物品吗？所以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物品是否有艺术价值呢？这就涉及一个最为核心的实务问题，那就是有没有艺术价值，怎么判断，谁说了算。然后你会发现啊，具体到司法实践，我们远没有到尊重艺术的地步，甚至根本不看艺术。在关于是否是淫秽物品的鉴定中，鉴定人员根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评估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首先啊，鉴定人员通常没有任何的艺术背景，只是单纯警校毕业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此情况下，由于是否有艺术价值没有一个数学概念下的明确标准，鉴定人员索性就根本不会对作品是否有艺术价值进行鉴定。他们认定作品是否是淫秽物品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有没有露骨的两性描写。毕竟艺术他们不一定懂，但人体器官呢，他们肯定是认得出来的。这导致的情况就是客观上他们将刑法明文规定的有艺术价值不得认定为淫秽物品的明确规定，完完全全的排除在外。在实际审判过程中法官对涉案作品是否为淫秽物品呢，是极度依赖鉴定意见的。正常情况下，鉴定意见也需请有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作出，而关于淫秽物品的鉴定意见呢，则是由公安机关自己作出。在涉及淫秽物品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客观上身兼两职，起到了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作用。
一方面，我认为你写的是淫秽物品，所以我抓了你。然后呢，公安自己出个鉴定意见，认定你写的确实是淫秽物品，最后请法院下判。甚至具体鉴定人员也并非全职，是兼职的，平时还要办理其他案件，参与单位的其他公务。关于鉴定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资质，是否应具备艺术鉴赏能力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所以总的来说，你的作品是否有艺术价值，就是由几名兼职鉴黄的警员看了盖章就完事儿。对此，我此前专门出了一期视频，详细讨论我国目前鉴黄制度存在的司法漏洞感兴趣的可以去考考古。所以这真的对吗？这不对。因此经与当事人沟通，若当事人坚定无罪，不认可自己创作作品是淫秽物品，我们也判断涉案作品确实有艺术价值的，那在整个辩护过程中，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打掉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做出的鉴定意见，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7条、刑诉司法解释第273条之规定，要求法院根据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关于鉴定淫秽录像带、淫秽图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由地市级的宣传、新闻出版、音像归口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等部门组成的鉴定组对涉案作品进行重新鉴定。对此首先我们可以对鉴定意见生成过程中存在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充分的指正，比如说具体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鉴定人数是否具备法定的条件和资质，鉴定意见书是否有对鉴定过程和鉴定方法进行基本的描述和记录，诉检材料是否有缺失，鉴定文书是否具备基本的法定组成内容等等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并且我可以说千万不要高估每一个具体办案人员在程序合法性方面的专业性，千万不要高估。我们目前承办的案件中就没有哪怕一件，我说的是没有哪怕一件办案人员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其次就是我们会根据生活逻辑和常理对鉴定过程本身进行一个客观的还原，然后呈现出它的荒谬性。比如我们遇到过一份鉴定意见书，3名鉴定人员在14天内就鉴定完了2亿字的涉案作品，平均每人1天要看完23本《三国演义》。且我们检索了一下，鉴定人员还都在各自部门里担任领导职务。看过多少本书，他们有没有艺术修养我不知道，平时该做的行政工作他们也得做，该开的会也得开，该做的接待也得接待。我就问你，这样一份鉴定意见，你认为该不该进行重新鉴定？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刑诉法第197条，邀请一些在文学领域具备极强专业性，比如名校中文系教授等出具专家意见。这时我想会有人出来逼逼了，说出专家意见没用。那你告诉我什么有用？你现在就告诉我什么有用？案件过程中如果所谓鉴定委员会自己有具备艺术鉴赏力的专家对涉案作品进行鉴定，我们还用得着自己请专家吗？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影响法官的心证。做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必须寸土必争，对每一个涉嫌违法违规的办案行为，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因为如果你不争，这个案件涉案当事人就会被轻而易举地糊弄过去。不争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而我今天为什么就淫秽物品这件事讨论这么多呢？其实就是因为对淫秽物品鉴定的规范化，不仅仅事关每一个涉身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个案，还关乎国家文化发展本身。我们回到一个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刑法会明文规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不应为淫秽物品？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2点。第一，即在于两性关系本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甚至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原因。文学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反馈，如果反而对此予以刻意的回避，那这并不彰显道德，反而是一种遮遮掩掩的猥琐。第二，是在此情况下，法律不能阻碍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因噎废食，一刀切的防两性描写胜于防穿。最后，我很想问屏幕前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就是朋友，你做过爱吗？你可能会觉得突然想笑，但其实上我是很严肃的来问你这个问题。这时可能会有很多确实没有过性经历的朋友在弹幕里发自己没有过，但都是人，我想你是明白的，这是一种大自然的呼唤。如果你真的有过或幻想过自愿的性行为，你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件恶心的事，这是一种人类作为动物本能的欲求，也是两性情到浓时的自然现象。在多数情况下，它还很美好。在此情况下，许多文学作品其实并非为了两性描写而两性描写，它们只是不避讳。当人物关系到了一定阶段，两性描写就如同这俗世中真切的每一段情感关系般，自然而然就流淌出来。是的，我想不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法学界都能认可一点，就是人的确是有性羞耻心的，
会淫性的内容，当它猝不及防的出现时，的确会引起人道德和心理上的不适，就如同原本你不饿却强行给你塞汉堡一样，这是入罪的基础。但对于非会淫作品中自然流淌的两性表达，我不认为应入罪，因为性行为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两性关系很正常，没有性行为，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而正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一点，对两性关系的讳莫如深，才出现了贞节牌坊，才出现了荡妇羞辱，令最为正常不过的欲望的抒发都成了一种道德矮化的猥琐，令存天理灭人欲这6个字改头换面后又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在虚伪这件事情上，人类永不虚伪；在爱折腾自己这件事情上，人类永远爱折腾。而我今天发这条视频，就是希望消除部分套中人，尤其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僵化与偏见。不是只要有露骨两性描写就是淫秽物品，物品可能并没有那么淫秽，更多时候是淫者见淫。我是法山，充分捍卫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们下期再见。